好，我们在前面上一集我们证明了什么？证明了所谓的 reciprocal rule 微分的 reciprocal rule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个引理。好，如果各位同学没有忘记的，我们在上一集我们讲了一个引理叫 2.2.4， 那个引理叫什么？那个引理叫做所谓的次方公式，叫 power formula。好，那什么叫 power formula？ 当 f of x 等于 x 的 n 次方的时候，那这个小 n 次方这个 n 是属于一个自然数，哈，则 f prime of x， 则这个函数的微分的导函数或者说微分就会等于 n 乘上 x 的 n 减1次方，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那就变成 n 乘 x 的 n 减1。好，那一个 power formula 我们只适合自然数，自然数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们下面要讲这个引理，一样叫。引理我们一样叫做 power formula， 一样叫次方公式，但这个次方公式比前面讲了 2.2.4 的那个次方公式，它又更一般化一点。好，它一般化到什么地步？好，一般化，我们前面说只对自然数，好，这个 power formula 对任何一个整数都可以了，哈，除了0以外的整数，哈，来看一下，那所以我们直接看定理内容，它是怎么讲的。这个引理啊，我们说 f of x。等于 x 的 n 次方，哈 ，n 次方哦。我们在前面那个引理说，这个小 n 这个次方一定是自然数，但是这个次方这里的次方不需要是自然数，它需要的是一个整数，哈，除了0以外的整数。所以用整数是用这个 e 这个大写的 e 代表，这个是整数。整数是什么？什么叫整数？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还有负1、负2、负3、负6、7，好，一直下去，这样叫整数。好，那整数这个整数除了0以外，我们把0扣掉，哈，就是正整数跟负整数这个小 n。好，那如果 f of x 是这样的一个函数，则它的微分会等于一样，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是 n， 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好 n 在这边 n 减1，好，再讲一次，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好，次方踢下来 n 次方嘛 ，n 次方就会踢下来，然后次方减1，所以这个 f prime of x 就会等于 n 乘上 x 的 n 减1。好，那这个一样叫 power formula， 好，但是这个 power formula 比我们前面证明的引理的 2.2.4 更广一点。好，来看一下它怎么证明啊？他说啊，第一步 first。好 ，first 他说一样，我们就用到前面这个引理啦。前面引理就是 2.2.4 这个引理啦。他说这个引理，我们说用这个引理摆了 corollary 2.2.4。我们说这个 power formula，this formula is true。这公式是对的，怎么样对？对小 n 属于自然数是对的嘛？没有错嘛？我们引理 2.2.4 就说我们的 power formula 是对的。对什么样的情况是对？对这个次方是属于自然数的时候是对的，好，所以没有错。他第一个跟你这样讲，好，那代表说我这个引理 2.2.8， 好，这公式是对的。怎么样是对的？我这个次方这个小 n 如果是自然数是对的嘛？好，这个部分是引理 2.2.4 嘛？好，那我剩下什么？在这个引理里面，我需要证的是什么？我再来就需要证明了，当这个小 n 是互整数的时候，好，我不包括0哦，不包括0，扣掉0了哈，如果它是互整数的时候，这个公式也是会对的，所以我们需要证明的是互整数。好，所以怎么样？他说，如果我的 f of x 等于 x 的负 n 次方，那负 n 次方就是等于 x 的 n 次方分之1嘛。那我这个小 n 负 n 次方，这个小 n 一样是自然数嘛？好，小 n 是自然数，那负 n 就变成互整数啦。就变成互整数，一样是整数，但是互整数了哈。没有人讲互自然数，要讲互整数哈。好，没有错。哎，小 n 属于自然数，那我的负 n 就变成一个互整数了哈。那这个次方变成一个互整数了哈。我刚刚讲说我们是这个次方公式剩下的要证明就是互整数部分嘛。好，所以我令小 n 属于自然数，所以我负 n。就是我的一个互整数，那它的次方是负 n 次方啦。好，那 x 的负 n 次方当然就等于 x 的 n 次方分之1嘛。好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的 f 函数是这样子的话，则我来摆 reciprocal rule 跟摆我的引理 2.2.4。好 ，reciprocal rule 的时候，我们前面证明了引理的。定理的 2.2.7 就 reciprocal rule， 就是用我们的微分的 reciprocal rule。好，我们用微分的 reciprocal rule 加上我们前面证明 power formula 对自然数的 power formula， 自然数的 power formula 就是引理 2.2.4， 自然数的 power formula， 然后再加上我们微分的 reciprocal rule， 好，则我们就可以算
f of x 如果等于 xn 次方分之一，这个家伙的微分是什么？好，这个微分就是 f prime of x 啊。好，那这个微分公式应该怎么样？来，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的这个 reciprocal rule 的微分公式。reciprocal rule 微分公式在这边，就等于分母的平方分之负的分母的微分。好，你要这样讲，分母的平方分之负的分母的微分。好，所以这里来看一下，来回到这边看一下。好，你现在分母这边，分母是 xn 次方。xn 次方，分母的平方，所以 xn 次方的平方就变成 xn 次方的分母的平方分之分母的负的分母的微分。好，负的分母的微分，这里加一个负号。好，分母是什么？分母是 x 的 n 次方，所以by自然数的 power formula 就是引理2.2.4。那怎么微分是什么？负的，然后一样把次方踢下来 ，xn 次方的微分是什么？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。好 ，xn 次方的微分是把次方踢下来，次方减1，所以变成 n 乘上 x 的 n 减1，那前面要加一个负号，因为是负的分母的微分嘛，所以前面加一个负号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整理一下，这里整理一下，分母 x 的 n 次方小括号的平方就变成 x 的2n 次方，那上面分子保持不变。好，那你把它做一下处理，这里是负 n 次方，好，上面是 x 的 n 减1次方，分母是 x 的2n 次方，那2n 次方 n 次方跟 n 次方消掉，那 n 次方踢到上面来，所以变负 n 次方减1，因为这里是负1，所以这里变成负 n 乘上 x 的负 n 减1。好，那所以没有错，如果你这里是 x 的负 n 次方，你的微分变作次方踢下来，次方踢下来，次方踢下来，次方是多少？次方是负 n 踢下来，然后次方减1，负 n 再减1，所以负 n 减1，所以没有错，这个是你的 power formula， 是负整数的 power formula。好，那这个什么意思？所以他跟你讲，当我的 f of x 等于 xn 次方，这个 n 是属于任何一个整数，灰零的一个整数哈，灰零的一个整数哦，哈，灰零的整数哦，就是正整数或者负整数哦，不包括零，则f prime of x 把次方踢下来，那 n 减把次方减1，n 是 n 减1，所以次方减1，所以我们这个引理2.2.8就这样被证出来。好，所以意思说，我们现在 power formula 已经证明到整数都对了。好，事实上未来有机会我们会把 power formula 证明到有理数，还有甚至证明到无理数都会对的 power formula。那目前我们证明到整数都是对的。好，再来看下面一个定理。好，下面这个定理一样，我们说在 limit 里面有什么？有 sum rule， 有 constant multiply， 有 product rule， 有 reciprocal rule， 还有什么 quotient rule。好，那我们微分证明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证明了哪些微分公式 ？sum rule。constant multiply， 还有什么 product rule， 还有 reciprocal rule， 第4个。好，最后一个一样，我们有 quotient rule。好，这个定理我们直接看定理内容 quotient rule， 定理 2.2.9 quotient rule。好 quotient rule 怎么讲？他说，如果我有两个函数 f 跟 g， 那这两个函数在 x 点它都是可微分的 ，f 跟 g 在 x 点都是可微分的，而且它的 g of x 是不等于0的，哈，就是我这个 g 函数在 x 点的函数值它是不等于0，则下面好，则这个 quotient rule 说什么？我刚刚有讲了哈，我们在前面1、2集我特别提到，我说你 reciprocal rule 这公式你可以不用记，好，但是 quotient rule 这公式你一定要记。好 ，quotient rule 来，则 g of 分之 f， 好，那 g 分之 f 这个函数是一个新的函数 ，f 跟 g 都是函数。那你 g 分之 f 这个函数，这个新的函数，它在 x 点的微分应该等于什么？这公式你要怎么记？来，这公式应该口诀你应该这样记：分母的平方，所以 g 平方 of x， 分母的平方放在分母，分母是 g 啊，分母的平方放在分母，再来是分母乘上分子的微分减上分子乘上分母的微分，你要这样记。好，再讲一次，分母的平方放在分母，再来分子放什么？分子放在分母乘上分子的微分减上分子乘上分母的微分。好，这个公式你一定要记，这 quotient rule 的公式一定要记起来。好，来，我们直接看一下它的证明怎么证明。证明很简单，我们都用前面的东西就很容易的把它证出来。来 prove， 我说 by product rule 跟 by reciprocal rule。用谁的 product rule？ 用微分公式的 product rule， 而且用微分
公式的 reciprocal rule 哈，用这两个微分的 product rule 跟 reciprocal rul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证明。来看一下，你本来是 g 分之 f 的 prime of x 嘛，好，我把 g 分之 f 我改作 f 乘上 g 分之一嘛，可以吧？好，改作 f 乘上 g 分之一了。那我要算这个函数，这两个相乘，就是我这个 f 乘上 g 分之一这两个函数相乘，这两个函数相乘，我现在用什么？用 product rule， 用 product rule。好 ，product rule 说什么？说先固定前面这个乘上后面这个微分，先固定前面这个乘上后面这个微分。好，所以先固定前面这个就是 g f of x。好 ，f of x 来这样，先固定前面这个乘上后面这个微分 ，g 分之一的微分你需要用的是什么？用 reciprocal rule， 用 reciprocal rule。好 ，reciprocal rule 说什么？分母的平方分之负的分母的微分。分母是 g 嘛，好，分母的平方就负的分母的微分，好，所以等于这样子，好，这是用 reciprocal rule， 就是 g 分之一对 x 的微分，就用 reciprocal rule 在这边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刚刚说先固定前面，再乘以后面的微分，然后再加上前面的微分，然后固定后面，好，固定后面是什么 ？g 分之一固定后面就变 g of x 分之一嘛，然后前面的微分就变作 f prime of x 嘛。好，那再来，这里是加，那当然是加嘛，因为你用 product rule。好，再来把它两边把它通分起来，这里的分母是 g of x， 好，这里的分母是 g 平方 of x， 好，所以你这里需要乘一个 g of x， 好，那通分起来变成 g 平方 of x， 好，我把 f of x 乘上负的 g prime of x， 我移到后面来，这里是负的，移到后面来。好，这里你这里的分母本来只有 g of x， 那你就分母再乘一个 g of x， 所以你分子需要多乘一个 g of x， 好，所以变成分子多乘一个 g of x， 本来只有 f prime of x， 你多乘一个 g of x， 变成 g of x 乘上一个 f prime of x， 好，那减上刚刚这个项是 f of x 乘上我的 g prime of x， 那分母就是 g 平方 of x。